晚上好，我是老叶。你是否曾在深夜辗转反侧，面对人生的巨大未知感到彻骨的恐惧？你辛苦打拼半生，积累了财富和事业，但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一次错误的合作，或一个不起眼的疏忽，就能让你瞬间满盘皆输。这种猝不及防的打击才是最摧毁人心智的。但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真正经历过大风大浪却总能屹立不倒的人，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极其神奇的直觉。他们总能在危机爆发前夕敏锐地嗅到危险的气息，从而提前撤离，也能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绝境中察觉一丝生机，果断出手逆风翻盘。很多人把这种能力归结为运气或经验，但事实上这根本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而是一种极其古老且被无数顶尖智者反复验证过的能力——察觉外应、捕捉先兆的能力。今晚我们要深度拆解的是一部在中国预测学历史上地位极高却又极为低调的奇书《梅花易数》。它相传由宋代大儒邵雍所创，与你印象中那些需要焚香沐浴、摇动铜钱、灼烧龟甲的复杂占卜完全不同。梅花易数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它的极简与直接，它不需要任何繁琐的工具，只要你懂得如何去观察，那么一片飘落的树叶，一声清脆的鸟鸣，一个陌生人不经意的动作，甚至是一阵微风吹过的方向，都能成为预测未来吉凶成败的精准密码。在正式进入这门深邃的学问之前，如果你也渴望在充满不确定的生活中掌握洞察先机的心法，请在评论区打出逢凶化吉4个字，让这4个字成为我们今晚共同开启智慧之门的磁场，也作为你在未来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美好印记。要真正理解这种不可思议的预测能力，我们必须先回到100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去看看梅花易数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因为这个故事里藏着这门绝学最核心的底层逻辑。那是宋代的一个深冬，大雪初霁，邵雍正在自家的花园里赏梅花。那天的梅花开得极好，清香扑鼻，邵雍正沉浸在宁静的景致中。突然有2只麻雀飞到了梅花枝头，这2只麻雀不知为何开始激烈的争吵，互相扑打，动作越来越大，最后竟然双双从梅花枝头上摔落到了地面上。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不过是自然界里最稀松平常的一幕，看一眼也就过去了。但邵雍在那一瞬间眼神却变得极为深邃，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原地开始进行极其复杂的推演。他根据麻雀争斗掉落的时间、方位以及当时的节气，迅速排出了一个卦象。推演结束之后，邵雍叹了一口气，转身对身边的人说，明天晚上会有一个邻居家的少女来这个花园里摘梅花，园丁会去追赶她。这个少女在惊慌失措逃跑的时候会摔倒在地上，伤到大腿。身边的人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些好笑。2只麻雀打架，怎么就能推测出明天晚上一个大活人摔伤大腿呢？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到了第2天傍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邻居家的女儿真的偷偷溜进了花园，想要摘一枝梅花。园丁发现后大声呵斥，少女一惊转身就跑，结果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大腿骨折，痛苦的哀嚎声传遍了整个院子。这件事情发生后，邵雍一战成名，梅花易数也因此得名。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难道不是魔法吗？或者是某种超自然的神力？其实根本不是。邵雍之所以能做出如此精准的预测，是因为他掌握了一个让常人觉得匪夷所思但却极其严密的宇宙运行规律。那么这个规律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仅仅通过观察动物的异常就能推导出人的命运走向？这就涉及到了梅花易数最核心的哲学理念：万物皆有数，且万物互联。在中国古人的智慧里，
宇宙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物体拼凑而成的，而是一个极其庞大精密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就像一张巨大无比的蜘蛛网，你在网的这一头轻轻拨动一根丝线，网的那一头必然会产生震动。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个人的生死荣辱，在它彻底爆发之前，绝对不可能是毫无征兆的。就像俗话说的月晕而风处润而雨，月亮周围出现了光晕，就预示着要刮大风，柱子下面的石头变湿润了，就预示着大雨即将来临。大自然在发生巨变之前，一定会通过各种微小的物理现象来释放信号，而人类社会的运行以及个人命运的起伏，同样遵循着这个自然法则。明天即将发生的灾难或者机遇，它的能量波动在今天就已经开始向四周辐射了。这种能量的辐射会干扰到周围环境中那些最敏感的事物。麻雀为了争夺梅花枝而衰落，这在邵雍看来就是一个极其反常的微小变数。麻雀本是轻灵之物，梅枝也是柔韧之物，正常情况下绝不会双双坠地。这种反常的动荡，就是一股隐藏的凶险能量正在这片场域里汇聚的物理表象。邵雍正是通过捕捉这个微小的表象，反向破译了这股能量的最终走向。你可能会觉得这种说法太过于玄妙，似乎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很遥远。但如果我告诉你，这种通过捕捉环境信号来预知风险的机制，其实每天都在你身边发生，甚至你本人都曾经亲身经历过，只是你大脑的理性思维把它过滤掉了，你会不会觉得后背发凉？这就引出了梅花艺术中最高级也是最实用的一个概念，叫做外应。所谓外应，就是当你内心的能量场与外部环境的能量场发生共振时，外部环境给你的回应或者暗示。为了让你更透彻地理解这种看似玄乎的感应，我们可以跨越时空，引入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一个巅峰理论来进行佐证，那就是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共识性原理。荣格发现人类的潜意识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雷达，它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感知到许多意识层面无法察觉的信息。当一个人的潜意识高度集中，或者面临重大的人生转折点时，他的内心世界就会和外部的客观物质世界产生一种非因果性的神奇联系。荣格曾经记录过一个极其经典的案例，他有一个女病人，心理防御机制极强，极其固执，一直拒绝接受任何心理暗示，治疗陷入了彻底的僵局。有一天，这个女病人给荣格讲述了她前一天晚上的梦境，她梦见别人送了她一个金色的圣甲虫形状的珠宝。就在病人描述这个梦境的关键时刻，荣格突然听到身后的窗户上传来轻轻的敲击声。荣格转过身，打开窗户，一只通体闪烁着金绿色光芒的玫瑰色金龟子飞了进来。这是一种在当地极为罕见的昆虫，它的外形几乎和病人梦中的金色圣甲虫一模一样。荣格一把抓住这只虫子，递给病人说：“看，这就是你的圣甲虫。”那一瞬间，女病人坚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这个极其震撼的巧合打破了她对物质世界的刻板认知，治疗终于迎来了转机。在荣格看来，这只金龟子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而是病人的潜意识能量强大到了极致，在外部物质世界中投射出的一个对应物。这不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外应吗？1000多年前的东方哲人和20世纪的西方心理学大师，在探索人类直觉与宇宙规律的巅峰，不可思议地相遇了。明白了共识性和外应的底层逻辑，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现代人在生活和商场中是如何错过那些致命的预警信号的。这就是为什么了解外应对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实战保命价值。假设你现在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有一个看似极其完美的投资项目摆在你面前，
或者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主动找你合伙。你看过所有的报表，听完完美的 PPT， 你大脑的理性告诉你，这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绝不能错过。于是你准备出门去签合同。就在你满怀期待准备出门的那一瞬间，奇怪的事情开始接连发生。你拿钥匙开门，钥匙竟然莫名其妙地卡在锁孔里断了。你好不容易出了门，刚走到楼下，突然被楼上掉下来的一件脏衣服，或者甚至是一坨鸟粪精准地砸中。你赶紧清理干净，打车去赴约，路上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堵车，甚至发生了轻微的追尾事故。当你气喘吁吁地赶到现场准备落笔签字的时候，你平时最常用的那支名贵钢笔突然不出水了，或者更离奇的，桌子上的玻璃水杯突然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自己炸裂了。面对这一连串的突发事件，99%的人都会在心里暗骂一句今天真倒霉，然后换一支笔把合同签了。因为在理性看来，钥匙断了和合同有没有风险，在物理学上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但如果你懂得了外应的智慧，你就会瞬间惊出一身冷汗。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倒霉，而是老天或者说你那极其敏锐的高维潜意识在用极其惨烈的方式试图阻止你跳入火坑。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度拆解，其实在你和那个所谓的完美合伙人接触的过程中，对方眼神中极其微小的闪躲，合同条款里隐藏的极深的陷阱，他说话时语气的细微颤抖，这些信息早就被你极其强大的潜意识雷达给捕捉到了。你的潜意识已经得出了结论，这是一个骗局，这是一个足以让你倾家荡产的陷阱。但是你大脑表层的意识已经被对金钱的贪婪，被对成功的渴望彻底蒙蔽了，理性选择了视而不见。在这个危急关头，潜意识无法用语言和你沟通，它只能通过改变你周身的能量场，引发一系列的物理异常来向你发出最严厉的警报。钥匙断裂代表路走不通，水杯炸裂预示着合作破裂和凶险。外部环境的所有异常都是你内心巨大冲突和隐患的物理显化。无数在商场上吃过大亏跌落谷底的人，在事后复盘时都会痛苦地回忆起，其实在灾难发生前的那几天，甚至那个早晨，周围早就出现过各种各样极其反常的不祥之兆，只是当时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强行逆天而为，最终酿成大错。如果你能在关键时刻读懂空气中的信号，及时悬崖勒马，哪怕只是推迟几天签约，你可能就会在一场足以毁灭你的商业风暴中全身而退。反过来讲，外因不仅能预警灾难，它同样能在你人生最黑暗的低谷期为你指明翻盘的方向。很多人在经历了破产、背叛或者巨大的健康危机后，会陷入一种极度的自我怀疑和深度抑郁之中，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和自己作对，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就在你觉得人生再无希望，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发呆的时候，一些微妙的变化可能正在发生。比如你阳台上那盆早就干枯死掉，你一直忘了扔的绿植，某天早晨你突然发现在枯黄的枝干底部竟然奇迹般地冒出了一点极其鲜嫩的绿芽。或者你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街上，满脑子都是还不完的债务，突然有一群无忧无虑的小孩从你身边跑过，发出了极其清脆毫无杂念的欢笑声，那笑声瞬间穿透了你内心的阴霾。又或者你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个旧相识突然给你打来一个电话，只是简单的问候了一句。这些极其微小的正面信号，在梅花易数的智慧里就是最典型的生机外因，它代表着波及必复，否极泰来。你周身的能量场在经历了漫长的严冬和肃杀之后，已经触底反弹，开始悄悄地吸收天地间的生发之气。那个发芽的枯木，那清脆的童声，就是宇宙在告诉你，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转机就在眼前，千万不要在这个黎明前的最后一刻放弃。
读懂了这些信号，你内心那团快要熄灭的火就会重新燃烧起来。你的气场一旦发生改变，你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遇到的人都会开始产生正向的连锁反应，最终把你带出深渊。我们花了一大半的时间，从邵雍的梅花推演讲到了荣格的潜意识共识性，再到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惊心动魄的预警和转机。我相信你现在已经对万物皆有先兆这个概念有了极其深刻的理解。但是这里隐藏着一个极其致命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即使知道了这个道理，在面对重大抉择时依然两眼一抹黑，什么信号都看不到，或者把吉兆看成了凶兆，自己吓唬自己呢？甚至有些人开始变得神经质，出门看到一只黑猫就觉得今天完蛋了，喝水呛了一下就觉得要破财，把梅花易数的高维智慧变成了束缚自己的迷信枷锁。看到信号只是第一步，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擦亮你内心那个早已蒙尘的雷达，找回你与生俱来的直觉力。古人早就发现预测是有极其严格的禁忌的，如果不明白这些禁忌，你捕捉到的所有信号都是噪音。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梅花易数最核心的心法修炼，我们将深度剖析不动不战的铁律，教你如何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通过极其简单的几步完成内心的降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探讨一个终极的哲学命题，为什么历史上那些真正把易经和预测学研究到极致的大智慧者，到了晚年却立下了善意者不补的规矩？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令人敬畏的天道铁律？上面我们深度探讨了万物皆有先兆的底层逻辑，以及外部环境如何映射我们内心的隐患与生机。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内心可能会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顿悟感，仿佛过去人生中经历的种种错愕与懊悔，在这一瞬间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也一定会有人陷入另一种更深的困惑与焦虑之中。既然万事万物都在给我们传递信号，那为什么我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对这些信号毫无察觉，完全是一个睁眼瞎？甚至有时候我们明明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异象，最终却发现是自己在一厢情愿的瞎猜想，把原本好好的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要彻底解开这个极其致命的死结，我们就必须触及梅花易数这门绝学中最隐秘也是最难以驾驭的核心心法。古往今来，无数试图窥探天机的人都在这一关折戟沉沙。邵雍在创立这套预测体系的时候，留下了4个重如泰山的字，叫做不动不战。这4个字就是将真正的预测高手与江湖骗子与神经质的迷信者彻底区分开来的那道天堑。什么叫不动不战？字面意思是，如果没有事情发生，内心没有产生波动，就绝对不要去强行预测吉凶。在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背后，隐藏着人类直觉系统运作的最深层机制。我们在生活里经常会听到一个成语，叫做心血来潮。现代人往往把这个词理解为一时冲动或者突发奇想，带有一种非常轻浮和随意的贬义色彩。但如果你回到中国古代的语境中去审视，心血来潮其实是一个极其精准的生理与心理学概念。它描述的是人在接收到重大宇宙信号那一瞬间的真实身体反应。当一件与你性命攸关、利益相关的重大事件即将在未来的某个时空节点发生时，它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涟漪会提前跨越时空击中你的潜意识，而潜意识在接收到这个信号后，为了向你的迟钝的表层理性大脑发出警报，会直接调动你的生理系统。那一瞬间，你的心脏会突然猛烈地跳动一下，血液的流速会瞬间加快，你会感觉到一股气血直冲头顶或者后背，突然窜起一阵无法名状的寒意。这就叫真正的心血来潮。只有在这种极其强烈的生理和心理悸动同时发生的时刻，
你周围环境中出现的那些异常现象，比如突然折断的树枝、莫名掉落的杯子，或者是远方传来的一声怪异的嘶吼，才具备了作为外应的解读价值。因为在这一刻，你内心的能量场与外部世界的能量场产生了绝对的同频共振，信息通道被彻底打开了。如果你心里毫无波澜，只是因为出门看到一只乌鸦就吓得不敢去谈生意，或者只是因为右眼皮跳了一下就觉得马上要天降横财，那就是典型的庸人自扰，那是你大脑里的恐惧和贪婪在作祟，而不是天地在给你暗示。大自然没有那么空闲，不会每天派乌鸦和喜鹊来指导你的日常起居。这就好比水面只有在被石子击中的那一瞬间荡起的波纹，才反映了石子的重量和落点。如果水面本来就被狂风吹得波涛汹涌，你往里扔一块巨石，也根本看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纹理。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深挖，我们就能找到现代人直觉彻底退化乃至完全丧失的根本原因。为什么那些在深山里修行的隐士，或者古代那些生活节奏极其缓慢的智者，总能敏锐地察觉到天地的异动，而我们现代人面对哪怕是近在咫尺的倾家荡产的危机，往往都毫无警觉，非要等到雷劈到头顶了才如梦初醒？答案极其残酷，因为我们现代人的内心已经变成了一锅彻底沸腾的浑水，我们的水面从来没有平静过哪怕1秒钟。请你静下心来回想一下你每天的生活状态，从你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你的大脑就被铺天盖地的信息彻底淹没了。短视频里那些经过精心算计用来刺激你多巴胺的画面，各种社交软件上永远回复不完的消息，老板在群里下达的带有压迫感的指令，同行之间极其惨烈的内卷，还有每个月按时到来的房贷车贷账单。你每天都在处理成千上万个极其琐碎极其混乱的信息碎片，你的大脑就像一台永远在超负荷运转、散热风扇狂转、内存几乎要被撑爆的旧电脑。在这样一种极度亢奋、极度焦虑，同时又极度疲惫的心理状态下，你的内心怎么可能产生那种空灵的激动？当真正的危机信号，那个如同微风拂过水面般的先兆降临时，它瞬间就被你脑海中那些关于金钱、关于面子、关于欲望的巨大噪音给彻底吞没了。一个永远在喧嚣的迪厅里听重金属音乐的人，是绝对听不到门外有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的声音的。我们失去了察觉未来的能力，是因为我们首先失去了感受当下的能力。我们被困在了一个由算法物质和无穷尽的比较编织而成的巨大牢笼里。既然找到了病根，那么对于一个身陷红尘，每天都要为了碎银几两而奔波的中年人来说，究竟该如何洗推着满身的浮躁，重新长出那种足以在关键时刻保命的雷达呢？这不需要你去深山老林里辟谷，也不需要你去背诵极其晦涩的八卦口诀。真正的道往往就藏在最朴素的日常行为之中。古人留给我们的这套自我降噪重塑直觉的心法，只需要你做到极其克制的3步。第一步叫做切断外源，制造信息真空。我们经常会面临人生中极其重大的抉择节点，比如你要决定是否把所有的积蓄投入到一个极其诱人的创业项目中，或者你要决定是否跟一个看似完美但总让你觉得哪里不对劲的伴侣步入婚姻的殿堂。在做这些可能彻底改变你下半生轨迹的决定之前，千万不要在嘈杂的办公室里，不要在酒局上，更不要在别人滔滔不绝的游说中去拍板。你需要给自己安排至少24小时的物理隔离。在这个时间段里，把手机彻底关机，切断所有网络，不要见任何试图影响你的人。找一个极其安静，让你觉得极其安全的环境，可能是你平时极少踏足的城市边缘的公园，也可能是深夜里空无一人的书房。当你强行掐断所有外部信息的输入时，
你大脑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噪音一开始会疯狂地反扑，你会感到极其不适和焦躁。但只要你熬过最初的几个小时，奇迹就会发生，你大脑里的杂质会开始慢慢沉淀，你的呼吸会变得绵长。只有在这种绝对的寂静之中，那张蒙在你潜意识上的厚重帷幕才会被缓缓拉开。这个时候，如果你心里想的那件事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你的潜意识就会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将这种极度的危险感传递给你。这就来到了重塑直觉的第二步，叫做放弃逻辑，向内觉察身体的真实反馈。在重大抉择面前，我们极其容易被自己的理性给欺骗。理性是由经验数据和他人灌输的观念组成的，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伪造、被操纵的。别人可以给你看极其漂亮的财务报表，可以给你描绘无比宏大的未来蓝图，可以对你展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你的逻辑大脑在经过极其严密的计算后，会得出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这就是天赐良机。但是你的身体是从来不会撒谎的。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在肠胃神经系统中保留了一套极其古老且原始的预警机制。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当你面对一个表面上毫无破绽、笑脸相迎的人，或者面对一份所有条款都极其优厚的合同时，你试图用逻辑说服自己接受，但是你的胃口却突然紧缩了，你的呼吸变得极其短促，你的胸口仿佛压了一块石头，甚至感到一阵莫名的恶心。这种身体的本能排斥，就是你内心深处的高维雷达在疯狂地闪烁红灯。它在警告你不要看表象，这个场域里的能量极其凶险，这个人极其虚伪，这件事极其不靠谱。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现代人都已经被训练成为一个唯理性论的机器。我们习惯于压抑身体的感受，强迫自己去迎合理性的大脑判断，结果往往是我们带着僵硬的笑容和紧缩的胃口，一步步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想要找回预测未来的能力，你必须重新建立与自己身体的深度连接。当你安静下来思考那个重大决定时，不要去罗列优缺点，不要去计算投入产出比，你只需要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极其逼真地模拟你已经做出了那个决定，然后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你的躯干上，感受你的呼吸是否顺畅，感受你的腹部是放松还是紧绷，感受你的肩膀是沉重还是轻盈。如果你的身体给出了极其抗拒和压抑的反馈，那么不要有任何犹豫，不管眼前的利益有多么诱人，不管外界的压力有多大，立刻转身离开。宁可错过10000次所谓的发财机会，也绝不踏入一个让你身体感到极度不安的危险因果。当你能熟练地完成前2步，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步入这套心法的第3步，也就是古人极其推崇的顺势而为。什么叫顺势？就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和巨大惯性。当一件事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符合你自身生命能量的特质时，它推进的过程必然是极其流畅自然且毫不费力的。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你发现周围所有的资源都在莫名其妙地向你靠拢，你遇到的人都极其友善地为你提供帮助，甚至连天气都在配合你的行程，这就意味着你顺应了天地之势。这件事即使中间有小波折，最终也必定能大获成功。这也就是所谓的天助自助者。相反，如果你在推进一个项目的过程中发现处处充满了极其诡异的阻力，今天资金链出了问题，明天核心人员突然离职，后天政策发生极其不利的变化，甚至你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生了一场大病。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深受成功学毒害的人会把这当成是对自己意志的考验，咬紧牙关，倾尽所有资源去强行推进，美其名曰人定胜天。
这在懂得察觉先兆的智者看来是极其愚蠢和极其致命的。这根本不是什么考验，这是老天爷在极其严厉地阻拦你。这说明这件事情从根源上就已经违背了天道的运转，或者这件事情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巨大的灾难。老天为了保护你，才不断地给你制造障碍，让你知难而退。如果你执迷不悟，非要逆天而为，用极其惨烈的代价强行把事情做成，你以为你战胜了命运，但实际上你只是强行透支了你未来几十年的福报。这件事情最终的崩盘必然会以一种极其惨烈甚至危及性命的方式发生。真正的顺势而为是极其敏锐地感知阻力的大小，遇水搭桥可以，但如果是排山倒海的泥石流，你必须要懂得极其果断地放弃和转身。不强求不执念，这才是保全自身能量的最高级智慧。当你能够彻底把外界的噪音屏蔽，能够极其敏锐地捕捉身体的预警，能够做到知进退明得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人生的阻力瞬间小了一大半。你不再需要去四处求神拜佛，不再需要去花高价找人算命看风水，因为你自己的这具肉身，这颗宁静的心已经成了世间最精密的罗盘。但是这依然不是这门绝学的最高境界。当我们站在预测学的巅峰，回头俯视那些还在苦苦寻找吉凶先兆的芸芸众生时，一个极其宏大同时又令人极其敬畏的真相才会慢慢浮出水面。这个真相隐藏在中国历史上一条极其神秘的铁律之中，那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真正把易经、把风水、把预测学研究到登峰造极的大智慧者，到了晚年却无一例外地立下了一个极其死板的规矩：善易者不卜。一个精通天地规律的人，为什么最后却选择彻底放弃占卜，不再去预测未来的吉凶？难道是因为他们算不准了吗？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算得太准了，准到他们彻底看透了宇宙运转的终极法则，从而产生了一种极其深沉的敬畏。在普通人的认知里，预测未来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趋吉避凶。算到明天有雨我就带伞，算到这个项目要亏钱我就撤资，算到这个人是个小人我就远离。这听起来是一个极其完美、极其符合逻辑的闭环。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我就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躲开所有的坑，永远走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然而那些真正的顶尖智者，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推演和对现实的残酷观察后，发现了一个极其令人绝望的悖论：命运的剧本从来不是一个可以任由你随意修改的简单程序。宇宙保持着极其严密的能量守恒定律，当你利用高维度的信息极其巧妙地躲过了一个原本注定要降临在你头上的灾祸时，那个灾祸所蕴含的巨大破坏能量并没有凭空消失，这股能量只是被你强行改变了轨迹，它会在暗中极其疯狂地汇聚发酵，然后在一个你极其松懈、极其意想不到的时空节点，以一种更加猛烈、更加令人窒息的方式重新反扑到你的身上。你以为你靠小聪明躲过了一场破财的危机，结果几年后，这股憋足了劲的能量可能会直接摧毁你或者你家人的健康。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常说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必遭天谴。这根本不是什么神明显灵的恐吓，而是一个极其冷酷的物理学法则。你强行干预了系统原有的运转轨迹，系统必定会产生极其强烈的反噬来恢复平衡。这种反噬的力量根本不是普通人的肉体凡胎所能承受的。那么难道人类在命运面前就只能束手就擒，什么都做不了吗？当然不是。那些彻底看透了命运底牌的顶尖智者，在放弃了试图通过小聪明去趋吉避凶的执念后，找到了唯一一条可以真正改写命运、让家族长生不衰的通天大道。
这也是我们今晚这场深夜对谈试图向每一位身处人生迷茫期和焦虑期的听众传递的最核心、最高维度的智慧。这条大道无关乎算计，无关乎玄学，只关乎一个极其古老却被现代人彻底遗忘的字德。当你翻开那些厚重的历史典籍，去凝视曾国藩，去凝视王阳明这些千古完人的晚年岁月，你会发现他们早就把所有的算卦工具，所有的权谋心计全部付之一炬了。曾国藩在日记里极其坦诚地写道，他一辈子从不给自己算命，不仅不给自己算，也严令禁止子孙去算命求签。为什么？因为他们极其深刻地领悟到，预测未来的吉凶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够承载多少财富，能够安然度过多少劫难的，不是你躲避危险的技巧有多高明，而是你内在的品德和格局有多厚重。用一个极其现代的工程学比喻来解释，你的德行就好比是你人生这栋大楼的地基，而外界的财富、权力、名誉，甚至那些突如其来的好运，就是盖在这栋大楼上的砖瓦。如果你的地基极其浅薄，里面全都是贪婪、自私、狭隘和算计这些劣质材料，那么当你通过某种极其高明的预测手段，或者极其幸运的时机，突然获得了一笔极其庞大的财富时，这绝对不是什么吉兆，而是极其恐怖的灭顶之灾。因为你那脆弱的地基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庞大的资源所带来的极其沉重的压力，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大楼的彻底坍塌。你会看到无数中了彩票巨奖的人，几年之后不仅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你会看到那些靠踩着别人肩膀极其无情地攫取权力的投机者，最终都会以极其惨烈的方式跌落神坛。这在古人的智慧里被总结为极其精辟的8个字：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相反，如果一个人通过极其严苛的自我修养，把自己的地基打得极其宽广、极其深厚，他内心极其仁厚，做事极其公允，对天地万物充满敬畏，那么即使他不去做任何预测，即使他每天都在遭受外界极其猛烈的狂风暴雨的击打，他的这栋大楼依然会屹立不倒。这时候，灾难对他来说不再是足以毁灭他的凶兆，而是老天爷派来极其残酷的锤炼他意志、拓宽他格局的磨刀石。每一次跌入谷底，每一次被小人暗算，每一次倾家荡产的危机，只要他扛过去了，他内心的容量就会被撑大一圈。当他的德性被淬炼到极其纯粹的地步时，所有的凶兆都会自动转化为极其吉祥的征兆。因为此时的他内心已经没有任何恐惧和贪念，外在的任何变故都无法撼动他灵魂的安宁。他自己就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风水宝地，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吉利的，遇到什么人什么人就是他的贵人。这也就是孔子在晚年所说的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达了这个极其不可思议的境界，还需要去算什么命呢？因为他自己已经彻底成为了命运的主人。所以真正的善意者不卜，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他们极其坦然地接受了未来的所有可能性。他们不再把精力浪费在极其焦虑的捕捉凶兆、千方百计的躲避困难上，而是把所有的心血都极其专注地倾注在当下，去极其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微小的事情，去极其真诚地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去极其克制地修炼自己的心性。这就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智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8个字听起来极其像一碗熬了无数遍的鸡汤，但只有真正被生活极其残忍地毒打过，在悬崖边缘极其绝望地徘徊过的人，才能听懂这8个字背后所蕴含的极其深沉的力量，以及那足以让一个人在最黑暗的深渊里重新站起来的底气。夜已经很深了，感谢你一直陪伴到这里。今天我们跨越了1000年的时光，
从邵雍的梅花关阙想到了极其现实的中年人的焦虑与抉择，最后触及了那个足以重塑你人生内核的终极智慧。我希望你在关掉这段音频之后，不要立刻陷入睡眠，而是花上极其宝贵的1分钟时间去感受一下自己胸腔里每股极其微弱但又极其真实的悸动。不要再去为了明天可能会发生的虚无缥缈的危机而彻夜难眠了。与其极其焦虑地去猜测命运那张尚未翻开的底牌，不如从明天早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极其坦然地去迎接一切，去极其真诚地清理你内心的杂念，去极其勇敢地面对那些看似极其困难的挑战。当你把自己的内心揪得像大地一样极其宽广极其厚实的时候，所有的狂风骤雨最终都会变成极其丰润的甘霖，滋养你人生的这片麦田。如果你认同今晚的这段深夜长谈，如果你也愿意在未来的日子里放下极其繁杂的算计，去极其踏实地修筑你人生的地基，我邀请你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极其郑重地留下厚德载物这4个字，让这4个字成为我们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共同坚守的一份极其安静却又极其强大的契约。这也是你给自己未来的人生种下的一个极其深远极其吉祥的先兆。心清如水，方能洞察天机，一个专属于你的深夜精神角落。最后，我想抛出一个问题，请你思考，如果明天你遇到一个看似绝佳的机会，却连续出现一连串反常的障碍，你敢不敢听从自己身体深处那个不安的声音，果断放弃？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或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下一期深入灵魂的深夜对谈。愿这4个字能给你带来极其踏实的力量。祝你今晚好梦，我们下期再见。